大家好，那我是凯旋医院李心凌医师。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来讲这个自杀防治，那以及自杀怎么样来做一个评估。说 WHO 它在2018年所发布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自杀率的状况。那全球的自杀率呢，它在统计上看起来，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差不多每年呢，大概有80万人是死于这个自杀。大概平均说起来呢，大概有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自杀的发生一个状况，在中低收入的一个国家呢，是占的比较多的，它还占了自杀率的一个80%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自杀呢，还占了整体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死亡原因，大概占了1.4%。那大概也是说，在这个全球的一个死亡的原因里面，占到第18名的这个角色。所以自杀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一个议题。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2016年统计出来的资料，我们看到说，全球的一个自杀率的男女的一个平均看起来的一个分布情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男性他的一个自杀率大概都是高过于女性的，它平均看起来大概差不多有3倍到2倍这样子的一个差距。我们也看到说，在东南亚，其实这个东南亚的一个自杀率呢，大概稍微高于平均，不管说是在男生或女生的这个情况底下。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说，全球的一个自杀率的一个分布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分布的一个情况，颜色如果说越深，那这样代表的是说，自杀率是越高的。颜色越浅呢，自杀率是较低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东南亚，然后还有说印度啊、澳洲、纽西兰的一个自杀率的分布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到说，印度、澳洲、纽西兰，还有说泰国，自杀率是在这个地区来说是比较偏高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男生跟女生的一个在各个国家它的一个比例，看起来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刚才有看到说，男生跟女生，一般来说都是男性，自杀的自杀率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自杀率大概差不多在3:1啦，就是男性的比女生大概较高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国家呢，大概是相反过来的。那这个是比较少数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中国还有说缅甸，那它的一个女生的自杀率反倒是比这个男生来得多这样子。好，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说，这是台湾卫福部所做的一个统计资料。那可以看到说，一些国家一个10年来，2007啊、2017年是10年来的一个自杀率的统计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说，台湾其实近几年来经过自杀防治的努力，这个部分是有在下降。那另外呢，像是说，这个日本啊、韩国啊，也都是有在这个自杀率有在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像美国啊、澳洲啊，有在上升的一个情形。那大概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呢，这边呢是台湾自杀率的一个分布状况。那收集的资料是从1990年到2019年，这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自杀率分布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15年前，台湾的自杀率呢来到一个高峰。那在这个时候呢，政府也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每年都自杀都
排进自杀的一个10大死因之一啊，国人的10大死因之一，因此来做了一些政策的一些预防的一个情形，那自杀率也就缓慢的有在下降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这个台湾的10大死因的一个分布状况，这个是左边的是2009年的一个10大死因，那右边的是2019年。那可以看到说，在2009年那个时候呢，自杀还在这个10大死因之内，那排名还在第9名，也不是说这状况真的值得政府来做一个努力这样子。那经过了政策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在10年之后，2019年10大死因之内呢，已经是没有看到有自杀的这个部分。好，那自杀呢，如果说是说要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预测，那这个大概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自杀呢，它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那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预防。防范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大部分来看到说，大部分一个自杀身亡的人呢，他的一个自杀是有一些很严谨的一些计划的内容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有2/3自杀身亡的人呢，他在过去呢就已经有这些自杀的一些想法，那但是呢，有1/3的人呢，他在过去就已经曾经有这些自杀的企图。那因此呢，我们会来想想，要怎么样来做这个自杀的一个防范。那自杀本身呢，它也不是说是一个疾病，但是有很多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患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些自杀。我们也看到说，在自杀身亡的人，他在自杀前。大概有4成到6成的人，他曾经在自杀前1个月，有曾经说去到过医院，有看过医师。那这些呢，是不是说就是我们可以来挽救生命的一个防范的这一个网这样子？好，那自杀对于整个家里面啊，或者是说社会呢，造成多大一个影响？这个。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影响是会非常的一个巨大，这样子，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说在社会的层面，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大概统计起来，大概每一次的一个自杀身亡的一个事件呢，大概都会影响到周围大概至少有6个人会受到一个影响。那如果自杀呢是发生在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地方，那更有可能说是会有数以百计的人会受到这个自杀的一个影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精神疾患呢跟自杀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在有罹患精神疾患的一个人，他的一个自杀率其实是也会高于一般大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自杀身亡或曾经说有这些自杀企图的人，他们大概有95%，蛮高的比率会有诊断这个有精神科的一个疾患。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郁症的部分，还可能有80%的人是有这个自杀的人，还有带有这个郁症的一个情形。那视觉失调症也占有一定的比率，大概4到10%。那另外失智啊，或者说是一些谵妄的情况，也占有5%。那几乎很多都是有这些共病的一个情况。那不管是共病、一些酒精使用疾患，或者是说一些情绪相关的一些疾患，或者是人格相关的一些疾患。那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是我们需要说去特别来留心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子，那就是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或者说还没有诊断的这些郁症，都有可能说造成后续这些自杀的一个风险性来提高。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生理、心理跟社会的一个角度，那来看自杀这件事情。那我们首先呢，先看到生物学的方面，我们会发现到说，研究上访看到说，自杀的人他的一个serotonin 的一个这个浓度是比较下降的，不管是在这个突触前或突触后的这一个部分都是比较低的。那另外也可以看到说，它的一个脑脊髓液它里面的5-HIAA 这个浓度是比较低的，跟自杀的这些行为也都是有相关的。那另外当然是还有这一些基因的一些相关。那另外在心理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有几位学者他有提出一些理论。那我们会看到说弗洛伊德呢，他是这个精神分析界的大师。那他有提到呢，他认为自杀这件事情是一种攻击，那这种攻击是一种对内的一个攻击，那所以造成了自杀了这件事情。那另外呢，林格尔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论呢，他认为说这是一个homicide 的一个状况。那这个 homicide 它是向外的嘛，但是它这个是向内的一个伤人的一个状况。那他认为说呢，就是有一个寻求一个死的一个欲望存在啊，就是那个有想要说去杀人的这个欲望，还有说想要被杀的欲望，还有说想要死的这个欲望。那这些欲望呢，都是向着自己的，因此有了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目前呢，比较新的一些理论呢，认为说，自杀这件事情啊，有死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那这些目的性呢，比如说像是说，要报复，或者是说用自杀这件事情来，控制他人，或者说对其他人来做一些惩罚，或者说是一个自我牺牲，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些武士道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他得要用自杀来做一个解脱，来做一个让自己觉得放松的一个方式，还是说让自己有一个重生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些可能就会造成说死亡，一个自杀的一些行为。Aaron Beck 呢，他认为有一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自杀的一个预测因子，就是这个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希望，一种无望的感觉。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如果病人有出现这种无望感，那是我们很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好，那我们接着呢来看一下说，社会上面的一些对于自杀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德肯这位学者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他主要说有3个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是比较自我的这个部分。那他认为说，如果说一个人他跟社会上面的连结比较少，那他有可能就会造成说他有这些自杀的一个情况。不管说是跟社会或跟家庭的连结，这些缺乏孤立的情况，那这自杀的风险性就会上升。好，那也可以，然后说有一些自杀的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他是一个单身的人或者是说他离婚那这些状况其实都会让这个自杀的风险性来增加。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说这个会不会社会上面的一个文化是说比较一个利他的一个情形。比如说呢，它是它会过度的在这个社会上有过度的一个连结。像刚才所提到说不足会造成说自杀，那其实过度的连结也会，比如说像
这日本有这个武士道的一个文化，如果说很崇尚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也有可能会有这些自杀的一个行为。那另外呢，最后一个呢是说这个社会动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那时候自杀的一个自杀率也会上升，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这些也都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于说这个生的欲望减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自杀的一些危险因子的部分。危险因子的部分呢，我可以看到说，如果说他过去曾经有这些自杀企图，或者是说家族里面曾经有人有自杀，或者是说呢他有这些忧郁的一个情况，或其他的一些精神的一个疾病还是说他有酒精非法物质的使用，还是说他有生活上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压力源，或者是说有一些亲人的一些或重要他人的一个失去，那也都会有。还是说他对于说一些比较容易取得一些致命性的自杀的一些工具，它是容易取得的，比如说很容易拿到枪，或者是说农夫他很容易拿到这个农药，这都是很危险，这个都是自杀的一些危险的因子。那另外呢，他是不是说有曾经说有亲眼看到过其他人自杀身亡的这些情形？那另外一些比如说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事件，比如说他近期是不是说有分居或者说离婚的这些事件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亲人的一个过世或者是说他处在一个悲痛的一个状态底下，那还是说他家里面有很多人是有一些自杀身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都会影响到这个人这样子。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经济的条件，或者说他失业或者说被一个重要他人拒绝，这都是一个如果说最近有发生这些事情，他自杀的风险性当然是会大大的提高的。要来评估自杀的一个危险因子呢，其实有几个部分我们都可以来看。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性别的这个部分。一般来说呢，我们统计上看起来女性她的一个自杀的率是会比男生来得高，但是呢男性呢他所使用的一个不管是说他使用的方法，还是说致命性比较高，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冲动性也比较高，或者说这一些状况，一般统计上来看，男性他的一个自杀身亡的比率是高过于女性的，大概有4:1。那年龄的这个部分呢，自杀的一个高峰期，男性的话是超过45岁，那女性的话是超过55岁。那另外婚姻的部分的话，单身或者是这个离婚的一个情况都会来的增加。那离婚的话，男性离婚又比女性离婚来的自杀率要来得高。那另外职业的部分，有一些职业它是有比较高的自杀风险性。那在这个统计上面来看起来，或者说是在医师的部分，那精神科医师他的一个危险性是较高的。那另外其他呢，还有说牙医师，或者说是一些艺术工作者，或者说是机械师或律师，这些也都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些职业。那在种族的部分呢，在移民的这些人呢，他的一个自杀的风险呢，它会比本土在地的人来得高。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好理解，就是说他的一个
可能导因于说移民的人他的一些生活条件，当然是说会比较不好，那他们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比较差，那他们也很容易说对于说他们的一个生活期待啊，跟他们想象的会有落差，在社会支持上面也是比较薄弱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曾经有这些自杀行为的人，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未来会不会自杀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测因子。那我们也看到说，如果说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那他自杀身亡，统计起来大概有40%过去都曾经有这些自杀的企图。那我们也看到说，大概在自杀之后的3个月内，大概会发生第2次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况。所以近期有这些自杀企图的人的再一次的有自杀行为的比率的风险性是会提升的。那另外呢，这自杀呢，是不是说一个有计划性的？那他的一个是不是说有可能会被获救？那还是说他有没有说有一些会有一些自责的一些想法？那他自杀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会有这个致死性，或者说他工具的取得性高不高？这些也都是会影响到一个自杀，会不会说有人实际上真的说可以达成的一些因素。好，那在一个个案他自己的一个资源的部分呢，那也可能会去影响到他这个自杀的一个部分。在于说他的自我的一个成就的部分，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病识感，还是说他跟其他人的一个人际关系，社会的一个孤立程度，或者是说他的家人对他的一个能不能说有所回应，这些也都会有影响。另外他的一个身体的方面，他是不是说会跟也有可能会跟这些自杀是有关系的？他是不是说他有些是不是说会有可能说他没有办法说失去说他移动的这个能力，比如说中风或者是说车祸过后有一些肢体上面的一些残缺，那这些都会增加自杀的一个风险性。另外其他身体上面呢，有可能说一些长期慢性难解的一些疼痛，这是很折磨人的一件事情。那另外神经学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癫痫或者是说脊椎方面的一些受损，造成说可能说下肢不能动，或者说全身瘫痪，或者是说脑部的一些受损，一样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中风。那另外癌症的方面呢，或者说在确定说癌症诊断的当下，或者说诊断后如2年内，他的这个自杀的风险性也都会提高。那如果自杀又合并有疼痛，那自杀的一个风险那又来得更高了。另外 HIV 的部分，它其实也有带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个不安定性、不稳定性，那以及说还有一些污名化的部分，也都会影响到自杀。那这个自杀的一个风险呢，在于说他诊断出这个 HIV 的当下，或者是说在他这个诊断疾病的早期，自杀的风险是会提升的。那其他还有很多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不管说是慢性的肾脏病，或者说肝脏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骨科方面、心脏科方面，还是说胃肠方面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说自杀的风险性来提高。那眼睛的一些失明，或者说耳朵失聪，那这些也都会造成说生活上面的一些很不便，以及说可能会受到一些歧视，这一些也都会造成自杀率来上升。好，那精神科疾病呢，那也会去影响到自杀这件事情。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说抑郁症的部分，抑郁症呢，其实它是影响自杀很大的一个因素啦。我们也看到说，大概自杀
自杀的人里面呢，大概有6-7成，大概都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些郁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郁症的一些会觉得说无助感，或者说无望感，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个自杀的一个危险因子。那另外有时候会觉得说自责啊、失去兴趣，或者说自尊低落，这些也都是。那另外其他的一些危险因子呢，包括说有一些单身啊、离婚啊、分居，或者说这个伴侣的死亡，这些也都是。那对于在这个郁症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早期，或者是说郁症快要好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都算是一个自杀的一个高危险的一个时候。有些人在郁症可能因为郁症来急性期发作，那住院，那出院之后，在1个月内都是一个自杀危险的一个高峰期。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觉失调症的这个部分。那思觉失调症呢，患者里面大概会有10% 会自杀身亡。一般呢，在疾病的一个早期，那可能会有这个自杀率上升的一个状况。那一般可以看到说，年轻的男性，单身，那他也合并有一些那个忧郁的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说自杀的一个风险性上升。那在于说他在急性期住院症状稍微改善了，出院之后，这段时间也都是自杀风险性提高的时候，特别的流行。另外，他这个有些患者他可能会受到幻听的一些指示，去做出自杀的行为，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被害妄想，他为了说逃离这些被害妄想的部分，而做出这一些自杀的行为，以来解脱这一切。那我们接着呢来看到这酒精使用疾患。那酒精使用疾患呢，大概占了说这个有15% 的人他会自杀身亡，特别是男性的部分，大概占了80%。那一般这一群人，他对未来的规划是比较少的，而且他的冲动性控制也是比较弱的。那一般呢，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个自杀的人里面，他大概有60%，他曾经是在自杀前是有喝酒的。那其实喝酒，它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防卫心，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去抑制的这一个状况。那这些状态底下，都是让人可能会做出这些自杀行为。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说哪一些就是危险因子是存在于说这些酒精疾患的人身上。一般会看到说，年轻、单身，或者说没有配偶，那而且他们的一个社经地位是比较低的，而且他们喝酒是很早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酒精，或者说他们的一个酒精使用的一个状况是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说家族史里面就是有这个酒精使用疾患的一个亲人，或者说他带有这个反社会的一个性格，另外他是不是说有合并这些郁症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或者说他的社经地位比较差，社会支持度也比较差，那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说他的一个自杀率为风险性上升。那另外非法物质使用的疾患的人身上呢，也会看到说他们的自杀率也是比较偏高的。可以看到说会比较说想要逃离这个职业世界，因此说会使用这个非法物质来做一个暂时的逃离，还有可能会用死这个方式来做一个解脱的一个情况。那他们的一个冲动控制也是比较弱的，
那因此也有可能做出比较高的机会做出自杀的这个行为。那这群人当中呢，有哪些因子是跟自杀是特别的有相关的呢？那就是青少女那或者说他是有家庭比较破碎还是说他有这些家暴的状况啊，或者是有这些家里面亲戚里面有这些精神科的一个疾患，或者说他本身的一个冲动控制力就是比较弱，还是说有这些抑郁症的状况，还是说有这些过动的特质，学习能力比较不好，还是说有这些反社会的一些人格存在，然后这些都会提高自杀的一个风险。那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说人格疾患的这一类人，人格疾患有很多种，大概在青少年或青少女的一个自杀身亡的一个比率里面，很多是带有这个人格疾患的。我们可以看到边缘性人格疾患跟反社会人格疾患的人，他们的一个自杀比率呢是比其他人格疾患的人还得多。那一般来说，我们也看到说，在监狱里面，也看到说是自杀的比率也是比一般大众来得高的。那有哪一些因子呢是会来加重这些这个自杀的一个风险呢？我们来看到说有几个因子存在，比如说一些比较一些重大的一些精神科疾患，抑郁症，或者是说双向情绪疾患，或者是说这些思觉失调症有合并这一些的，那这些风险性又会提高，或者是说他们跟其他的一些人的一些关系或者社会支持度连结这些比较薄弱，或者是说他们要处在一个一些比较有压力性的一些生活的情境底下，好的，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人际上面比较大的一些冲突，大家都会造成说自杀的风险性来上升。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焦虑疾患，他们也是说是一个自杀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族群。我们看到说在罹患恐慌症以及说这个社交回避恐惧症的一个族群里面，那自杀风险性也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呢，比如说像强迫症啊，或者是说身体疾患或者是说这个有这个 eating disorder 的，不管说是他是有厌食症或者是说暴食症的人患者，那他的一个风险性也是会增加的。好，那我们刚才呢就是有讲完了很多一些不管是身体或心理一些对于自杀的一些危险因子的一些探讨。我们也看到说临床上有一些自杀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自我伤害的一些行为那可能也是需要说来做一个区分的。比如说都是一个伤害的一个自我伤害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说它到底是一个伤害的一个行为，那还是说一个自杀的一个行为？可能就也要去询问这个病人，或询问这个个案，他到底是就是说有这些想死的这些念头，或者是说有这些想死的这些企图这样子。另外呢，有一些自杀的一些接近自杀的这些行为，它可能比较归类为像是自伤。那有些自伤呢，有时候像是为了说比如说割腕，它到底是
真的是说想要死，或者是说他其实想要吸引一些注意力或威胁，或者是说他觉得是说想要说让自己觉得比较舒缓一些他自己的一个焦虑，那这可能都是需要可以再进一步跟个案厘清的部分。但是不管是自杀或者是自伤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都会造成死亡，所以我们都要提高警觉来面对这一件事情。其实要讲这个自杀的这个因子呢，其实就是为了说在大众里面来找出比较高的危险的一些族群我们可以特别的留心来注意。比如说像这一张图所呈现的，有许许多多的一个雪人，那我们怎么样在雪人堆里面找出像红色框框所圈出来的这只黑色白色的这只熊，那就是我们想要来找找看，说有哪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在大众里面来找出说自杀高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预防，来做一些努力，来接住这样一个人。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几个就自杀的评估的一些方式或量表，那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SAP Persons 这个是大家临床上也是很常用的一个评估方式。那这个SAP Persons 它的一个原版的话，它是最一开始它是每一项都是1分。那做过一些研究统计，有某一些因子它的预测力其实是更好的，因此会让它的一个分数有在加权的一个效果，变成有2分。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说，首先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性别的部分。那么刚才说，男性他的一个自杀身亡的比率是比较高的，他风险性是比较高，因此男性是会有得1分这样子。然后另外 A 的部分就是年纪的部分不然就是年纪特别年轻，冲动控制力比较不好，或者说年纪比较大，那他自杀风险性也是比较高的。那另外还有说这个 D 的话是，是不是说有这个忧郁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有这个无望感，那这个部分的预测力是比较好的，因此有2分。他过去是不是说有这些自杀的一个企图是不是说有一些酒精上面，或者是说一些非法物质的使用，那他的一个思考逻辑是不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还是说他是有一个精神方面的症状表现，就是说有一些妄想存在那这个部分也会让自杀的风险性提高。是不是说有一个单身，或者说是失去伴侣这个情况？那是不是说他的一个自杀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情形？还是说他是不是说他有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支持度好不好？还是说他对于说未来的一个期待一个情况？那这个部分呢分数加总起来，那大概可以统计出一个分数出来。那这边的分数就可以说来做一个风险的低中高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那也可以为后续的一个他需要说刚才怎么样来做一个介入，来做一个有一个方向的一个来思考。那第二个可以评估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mini 的一个自杀的一个评估量表。它总共有6个问题。那前5个问题呢是询问他这个月的一个状况。那他可以询问说，最近这个月他是不是说会想到死亡，然后会不会说想要伤害自己，然后是说有想到要自杀这件事情有没有说有一些自杀的一个计划？那是不是说有做这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它后面都有这个分数的部分，那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询问方式。那它也很重要的，它有提到一个，他是不是说过去曾经有自杀企图？那这个部分就占了4分。可见过去有自杀企图，其实会占一个很大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力量。好，那一样，这些分数统计完加总了之后，这边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它的一个风险程度是低中高。那另外这个BSRS 5这个部分呢，这是台湾呢为了说要做自杀防治，那从一个 BSRS 它原本是50题，后来就为了临床上需要，那有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有挑了5题出来，那可以来做一个政策上面的实施，还很快的帮我们来找到说这些自杀的高风险的族群，可以来做一个介入。好，那总共挑了5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是说，他是不是说觉得说人是很紧绷的，那会不会觉得说情绪很低落，还是说觉得说容易易怒或者是说觉得说都比不上别人，还是说最近这个礼拜是不是说有觉得说有睡眠上面的问题，还有说最后一个评估是不是说现在目前想要自杀的一个想法有多么的强烈？那它有这个0分到4分，每一项来做一个评分。那分数加总起来，一样会有这一些风险的一个低中高的一个程度。那分数越高，那这个自杀的风险性是越高的。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这些自杀的一些让我们要提高警觉的一些征兆，可以浓缩成就是 FACT， 这是一个口诀这样子。那 F 呢，就代表说这些 feeling 的部分，它是不是它对于自我的感觉是怎么样？会不会觉得说情绪低落，还是说会觉得说活得没有价值感，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很自责这一些想法？那另外呢，它有没有说有一些酒精的使用？然后 A 的话也可以代表说 alcohol 这件事情，物质的使用，还是说他有一些情绪比较激动、愤怒的这个部分，还是说有一些攻击性？那是不是说有哪一些部分有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他的一些个性的部分，本来都很乐观开朗，然后变得说郁郁寡欢。还是说他原本的兴趣，突然都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还是说他突然之间，原本说，情绪低落，突然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要提高警觉，因为在这个，一个人他如果说自杀已经想好了，下定决心了，也会突然的，好像情绪平稳的下来，那这时候其实也是要提高警觉，他突然的好像就好起来了，还是说他否认任何的一个事情？那 T 呢，就是有没有说有出现这些威胁性比如说他口中有提到说想要死的这些念头，或者说做了一些想要死的这些计划。一些学者呢，他有提出一些研究，会来让我们了解说，从自杀的一个想法到自杀行为的一个出现，那其实会有一个脉络。很多在自杀边缘徘徊的人，可能会经历到说，很巨大的一个痛苦，他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到我，觉得说，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那可能都会造成说这些想法慢慢的来形成。那他们可能会经历到3个层面。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矛盾期，他们可能会在想要活着，或者是说想要自杀去
去做这个死亡，去迈向死亡这件事情，在这之中生跟死之间在拔河。那如果说能够说在这个时期，身旁的人有机会能够拉他一把，让他说多一些生的一些欲望，那或许能够降低这些自杀的一个机会。那另外第二个时期是说这个会有这个冲动的一个情况。那很多时候这自杀的行为它是有一个冲动性存在的。可能如果说有人能够在他旁边，或者说在他附近，那给予说在他冲动的那个时候，然后给予说他支持，那度过了这个冲动期之后，其实呢比较冷静下来，那个部分就能够比较降低自杀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部分，是说是一个自杀的人他已经到了一个说陷入一个思考僵化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说除了死这一条路之外，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思考已经十分的一个僵化，到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或者说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协助，能够提供他多一点的一些思考，多一点的可能，除了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说这些方法不一定是最佳的一个解法或最理想的一个解法，但是可以刺激说他这些想法，除了死之外，那是不是说先来做一些别的尝试，然后或许可以试试看来挽救一个生命。自杀这件事情呢，有一些迷思，那可能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很多人提到说，询问自杀这件事情，就是说会造成说，问了之后更容易促进说自杀的行为的发生。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说询问自杀的人，让他说讲出自杀的这个想法，其实可以让他的一个这个情绪比较来的缓和，那好像舒缓了这件事情，其实自杀的一个风险性其实是会下降的，就是让他讲出他的这些自杀的这些想法，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说第二个迷思的部分。那有些人会提到说，就是我个人提到说他说会想死，应该都是假的，他们不会真的去做。但是实际上呢，自杀的人他在自杀前，他其实都会有一个会透露出这些讯息。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这些求生的这些欲望在。那如果说有人他已经透露出了这些讯息，那我们就尽量的来抓住，就是提高警觉，避免错失了这些可以挽救生命的这些机会。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说，要怎么样来询问自杀的人他的一些感觉，或者是说他的自杀的这些行为。有一些人他觉得说，不太知道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询问。这边提供一个方法，给大家一个询问的一个依据。那大概主要还是说以关心的一个角度，那慢慢的有比较浅慢慢的问到比较深、比较细节的部分。那我也先询问他说，会不会觉得说，活得说不开心或者是说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会不会说觉得说没有什么希望了，没有什么期待的事情，我会觉得说，
没有办法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会不会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感？那可以再问一下说，会不会说有这些想要自杀的这些念头？很可以直接的问。那如果说有这些自杀的念头呢，可以再进一步的询问说，会怎么样做，或者是说想要怎么样来执行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慢慢的再来，这个做一个更细部的一个讨论，比如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人有这个想法，那他想要怎么样去做？他做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在什么地方做？那他做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说已经有这些身边已经有准备好这些东西了？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想要烧炭，那他炭是不是准备好了？还是说他想要说从高楼跳下去？那他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到顶楼或高层楼的地方？那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说，询问说一个人他是不是说容易说有这些自杀的这些行为呢？我们可以请他来多描述一些。好，那或者说是一个自杀企图的人呢，他已经获救了。那么，可以再多跟他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了？他是怎么做的？身边有没有人？他觉得说，他如果说真的自杀了，那有可能什么事情会发生？可以了解一下他这个对于说自杀的一些看法，跟他对于说后续自杀结果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他是不是说身边是有人的状况底下自杀，或者说没人？那可以了解一下说他获救的一个可能性。好，那这个守门员的自杀守门人的一个过去台湾政府呢，它是有一个自杀守门员的一个政策，那来防治这个自杀。那它的一个步骤呢，就是1问2应3转介。那利用这个部分呢，在基层医疗的来做一个支起一个自杀防治的一个网。那问的部分呢，它就是训练基层的这些专业人员基层的人员，他能够说来辨识这些自杀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因子，那让他们提高警觉，那也去评估这个个案，那他的一个身边的一个支持系统。那另外呢，2应的部分呢，是能够给这些个案一些回应，然后让同理他们的一些情绪的部分，那也能够分享一些有用的资源。那转介的部分是说，在有需要的状况底下，高风险的情况底下，那可以转介给专业的人来做一个协助，来帮这个个案做一个资源的转介。那什么时候该转介到给精神科医师呢？一般就是认为说这个个案疑似是有精神科疾病的，或者说他过去有这些自杀企图，还是说他的家族史里面是有自杀，或者是说有物质使用的一个情况，还是说他最近真的遇到说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说他情绪其实已经很激动了，或者是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亲人或者说很重大的一个失落的一个事件，还是说他的一个社会支持性也是够好的。那在于说有一些个案，那他可能说需要到住院，特别是高风险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个案呢，他是有这个精神症状，
他也有一些暴力，或者是说有一些他自杀风险性真的特别的高，还是说他自杀方式呢是避免自己去获救或被发现的，这个风险性都特别高，需要说来住院治疗，来降低这个自杀的风险。那另外说他的一个家庭支持度不好，那也是一个住院的一个考量。那另外呢，有一些部分，有一些因素呢，它至少是一个自杀的一个中危险的一个程度。比如说像是有一些重大的一个精神科的一个疾患，或者说他过去有这些自杀的行为，还是说他有他是因为说身体的一些疾病，那所导致的一些自杀的一些行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来做一个进一步处理的。那对于自杀身亡者，他如果说他过世了，那他身边的一些家属，那其实也有很大一个一段路，说需要去走。那他要怎么样来度过他这个悲痛的一个时期？我们会看到说，自杀者的遗嘱，那他在可能会经历过说，很震惊，因为自杀这件事情，往往都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那可能会震惊完了之后，就会有这些否认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觉得会觉得说很愤怒，认为说可能会认为说这个人他自杀就这样子留下了自己，会有这些情绪在，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等要走过这一段时期，那才有办法说慢慢的来接受。我们也看到说，突然接受到自己身边的人自杀了，然后可能生活上面也都乱了套，生活就没了一个方向感，还会有很多自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会认为说自己是不是没注意到什么，是不是注意到什么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自责的一些想法。有些人其实也会认为说自杀这件事情，不只是自己，那有可能是会上面的一些氛围，会把自杀这件事情污名化。自杀者遗嘱，他甚至连要讲出亲人自杀了这件事情，可能都觉得难以启齿，没有办法被讲出来。那另外，留下来的人，那可能也会，因为这些状况，失去了跟其他家人或朋友的一些连结，让他变得更孤立。得要走过这一些悲痛、伤痛了之后，那才有机会接受这件事情，那生活才有可能再继续。那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自杀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努力的说去找一些线索。我们主要是要说要怎么样来降低这些自杀的一个风险。其实台湾的一些政策有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大部分就是在说如何让大众基层的专业人员能够来提高对于自杀的一些危险因子的一些警觉，来辨识出这些自杀的一个危险性，以及说危险因子，找出这一些可能会去执行自杀的这一群人，然后来做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这样子。那也很努力的说来降低这一些这个能够说去污名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能够让大家能够说更好的来讲出自杀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来避免说自杀的一个风险。好，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台湾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原本有一个10个号码的一个安心专线，那它把它简化成4个号码，叫做1925，那这代表的意思是依旧爱我，那更方便好记，那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让这支电话的取得的可进性提高。好，那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免付费的一个电话。那在2019年的统计下来，其实就帮助了大概快要10万的一个的人，那也减少或帮助了大概1万多个要自杀的这些人。那我们这边呢也看到说，在2019年，大概我们自杀的一个访视呢，大概有达到说快要23万人次这样子。那我们也在这个自杀的一个防治上面呢，可以追踪这一些高危险的族群那另外说这些酒精或者是说非法物质使用的这一群人，还是说家暴啊、性侵的这一些人，也都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防治的一个部分。那 LGBTI 的族群呢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也是近年来政府所努力着重的一个目标。好，那我的演讲就大概到这边，谢谢各位。